主席，我感谢沃伦科夫副秘书长、盖尔曼执行主任、德安达主席的通报。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随着国际形势动荡加剧，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威胁在全球回潮蔓延，重大恐袭事件多发频发，造成的伤害与冲击不断上升。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团结合作，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地缘政治考量，筑牢反恐统一战线，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今天我讲3个具体的反恐情形。第一，叙利亚。近半年来，伊斯兰国、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在叙利亚趁乱做大，招募人员、抢夺武器，频繁施袭，继续外国恐怖作战分子跨境流窜，严重威胁地区安全。1267委员会监测小组报告指出，仅东伊运在叙利亚境内就有数千名武装分子。国际社会要敦促叙利亚临时当局切实履行反恐义务，坚决打击包括伊斯兰国、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恐怖组织。鉴于当前叙利亚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此时调整安理会涉需制裁制度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效应？叙利亚临时当局是否有能力和手段来承接这些调整？这些调整是否会给继续恐怖组织以可乘之机？我们应当对上述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在此基础上慎重作出决策。第二，阿富汗。秘书长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基地组织、东伊运、巴塔、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马吉德旅等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及南亚地区相互勾连，持续活跃，制造了一系列严重恐袭事件。我们呼吁阿富汗临时政府加大反恐力度，彻底消灭一切巨阿的恐怖势力，呼吁地区国家增强政治互信，积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加强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近日将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马吉德旅列入有关恐怖组织名单，希望安理会也能尽快将该组织列入1267制裁名单。第三，非洲。秘书长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势力正持续向非洲转移，在多国攻城略地，袭击平民，给当事国造成巨大损失和沉重压力。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当事国主权的前提下，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情报、后勤支持，帮助非盟等区域组织增强反恐能力。安理会要致力于推动解决有关热点问题，通过与当事国和区域组织加强对话合作，尽快平息冲突，化解争端，不断缩减恐怖势力为祸作乱的空间，滋生蔓延的土壤。主席，联合国反恐办、反恐执行局、1267委员会监测小组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为跟踪全球反恐形势，促进国际反恐合作作出积极努力，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期待有关反恐机构进一步加强协调，形成合力，推动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安理会要继续将反恐作为优先议程，用好1267、1988、2713等制裁机制，支持各国反恐行动，配合国际反恐努力。主席，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长期以来，中方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通过双多边渠道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我们通过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支持萨赫勒地区国家开展反恐行动，资助反恐办在肯尼亚设立办事处，帮助非洲国家利用无人机技术增强反恐能力。我们愿继续与各方一道，推进国际反恐事业，为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积极努力。谢谢主席。